哎呦，又见面了！荧幕前的帅哥们，大家好，我是 Ryan。PHEV 车大多数在我们马来西亚都是由高端的车企才有推出的像 Mercedes、BMW、Volvo 才有推出 PHEV 的车，所以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是贵贵的不是我们这种中端收入人民可以负担的但是好在这个情况已经被这个 J-Cool Malaysia 给打破了。J-Cool Malaysia 最近推出了一款中价位的 PHEV 的车，也就是 J-Cool J7 PHEV。我也跟这个 J-Cool Malaysia 借来这辆车来试驾了好几天，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J-Cool Malaysia 借了我这辆车来试驾。所以今天这部视频就来分享一下，到底这辆 J-Cool J7 在这几天里面的试驾体验如何？这辆车官方宣称满电的情况之下呢，它是可以走106公里的。到底这个数据是一个天方夜谭，还是可以达成的？再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吗？今天这部视频我会一一分享，让你们知道。OK 啦，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内容吧。Let's go。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 J-Cool Malaysia 最近才刚刚推出的 J7 PHEV。在没有分享这辆车的试驾体验之前，先让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辆 PHEV 版的 J7 它的参数还有配置。J-Cool J7 PHEV 现在在马来西亚售价为158,800块钱，它比 All-Wheel Drive 的 J7 贵了1万块钱，比 C-Net Two-Wheel Drive 便宜了1万块钱。重点是 J7 PHEV 这个售价在马来西亚的 PHEV 车里面找不到比它更有性价比的了。在动力输出方面它采用了第5代 1.5 缸 TGDI Hybrid Engine， 搭配了1档的 DHT Hybrid 变速箱以及电动马达作为主要动力输出元件。综合输出马力为341 horsepower， 综合输出扭力为525牛米，0-100加速为 8.5 秒。至于 J7 PHEV 它的 Hybrid 工作原理和 Harver 的柠檬混动或者是 Honda 的 IMD 是同种工作原理，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带着充电器的电车。只不过J7 PHEV 不一样的是它除了有引擎可以充电之外，它还可以选择用外部充电方式，帮底盘中间 IP68 防尘防水等级的 18.3 kW 的电池像电车一样进行充电。据官方说在满电满油的情况之下呢， J7 PHEV 它是可以行驶到1300公里的。但是要如何做到1300公里，视频接下来我会分享让你们知道。好，大致了解完了这辆 J7 PHEV 它的参数还有配置之后现在先让我带你们快速的了解一下这辆车它跟汽油版本在外观内饰部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首先在这个外观部分，它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一些配置上面做了一些处理。第一点就是前面的 rim 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铝圈，但是这个铝圈的尺寸跟大家的尺寸是和汽油版本是一模一样的啦。再来是它的 side mirror 呢，也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 side mirror。至于这个车尾部分也做了一些小小的处理。这个汽油版本的 J7 呢，它的后尾 bumper 是有2个 exhaust stick 的嘛，可是这个 PHEV 版的 J7 它的后尾 bumper 呢是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不过这个 exhaust 还是有保留啦，毕竟这辆车还是有 engine 的啦。至于它的 interior 部分是和汽油版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基础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这个 J-Cool 可能为了让这辆 J7 PHEV 它的内饰氛围感比较偏向电车那种氛围感就拿掉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这辆车就比较偏向那种干净整洁少 button 的 design。 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车门板这个汽油版本的车门板呢，它是有一个军舰式的 handle 嘛，只不过在这个 PHEV 版本的它就麻掉了就没有那个军舰式 design 的 handle。 再来是它中间的排挡杆呢，可以看到它是直接 build 在 steering 的右手边了，就好像 Mercedes 的怀挡杆这样子。所以这辆车它的 signal 就在左边这一点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啦。把这个排挡杆拿掉过后整个 center console 呢就非常的干净整洁平整，它只保留了几个 button 让你做 control。 再来是它的 power window switch， 它的 button 也换上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design。这个 design 来讲的话呢，就好比如我之前看到的这个 E-Max 7还是几个 X 都是用这样子比较简单的 design。 可以看到它的 side mirror 调整也是没有 button 的，它直接是 build 在这个大荧幕主机里面了的。好，打开这个 bonnet 盖据我们观察，它少了一些周边产品，就是它没有 starter 也没有 alternator， 它是采用了 ISG。 这个 ISG 是什么东西呢？这 ISG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 start 这辆车子，然后把这个动能转换成电能，再来是它可以调节引擎的转速。它的 aircon compressor 呢，则是采用了电车的 aircon compressor， 也就是用电来推动的，跟我们传统用 belt 来推动的 aircon compressor 是不一样的啦。所以它会比较依赖用到那个18 kW 的电池。但是好处就是因为它少了这些所谓的周边产品因此它不用那个皮带来推动，因此它的 MVH 也会比那些用皮带推动的
来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安静。当然，这个 ISG 啊，也不只是在这个 J7 上面才可以看到啦。像我们看到一些德系的 Hybrid 车啊，就是那些所谓的48V 的猫 Hybrid 那种假 Hybrid 车上面啊，也是有这样子的配置。不过啊，他们可能用的是 BSG， 像 Proton S90用的就是 BSG， 也就是用皮带来推动的。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算是 J7 PHEV 上面的一个特点啊。大致了解完了这辆 J7 PHEV 它的外观、内饰还有它的引擎特点之后啊，现在我就来分享一下这辆车它的驾驶体验。首先啊，在这个驾驶模式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是跟汽油版本是不一样的，它是只有 Eco、Normal 跟 Sport 模式，它就不像 All Drive 版本的 J7 有泥地啊还是沙地模式这些可以去 Off-road 的模式啦。在这个 Hybrid 模式方面来讲的话，它是有4种不同的运作模式：纯电、串联、并联跟引擎模式。纯电模式来讲的话，就是从0到40 km 啊，就是由这个电池给电动马达电，电动马达呢把这个电能转换成动能来推动这辆车子。从40到70 km/h 的时候，就会进入串联模式，这个引擎就会开始启动啦。这引擎的工作是帮助这个电池充电，它不做动力输出。这动力输出呢，还是由这个电动马达来作为动力输出啦。但是到了70到80 km/h 的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并联模式，也就是引擎它会作为动力输出，电动马达也会作为动力输出。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引擎还是会帮这个电池进行充电的啦。再来，当我把这辆车子加到比较快一点，比如80、100E 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引擎模式，也就是这个电动马达呢，它会停止工作，转换由这个引擎来作为动力输出，来推动这辆车子。所以它会有4种不同的运作模式。首先啊，现在讲一下这个纯电模式的驾驶体验啊。这个纯电模式驾驶体验驾起来感觉真的很平稳、很顺畅，整个的感觉就好像在驾电车这样子啊。废话，纯电模式当然是像驾电车这样子啦。当转换成这个引擎输出模式的时候，也就是我在海跑到100E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哇，这辆车的 NVH 做到非常好哦。它引擎传进这个驾驶室的噪音非常的少。即使是我加到130，我只听到微微的引擎的声音跟这个风声，最大的声音就是这个胎噪声。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这辆车它的驾驶室的隔音表现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好，做得非常的棒。这辆车的底盘呢，可能因为有一个18kW的电池压在中间的关系，所以它就不像汽油版本的底盘这样子有韧性。怎样讲这个韧性呢？就是说，今天汽油版本的 J7 我在驾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坑洞啊、路面可能不美的时候，这个底盘的韧性它就可以抵消掉这些缓冲。可是这个 J7 PHEV 呢，它因为有这个电池组的关系嘛，所以整个的底盘会变得比较硬。当遇到这些所谓的颠簸的路的时候啊，路面不美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跳，比较不舒服。但是它的优点是啊，当你在跑 highway 的时候啊，或者是那种比较平整、比较美的路的时候，它会感觉到好像在贴地这样子走哦。所以这一点来讲，它整个底盘质感就比较偏向那种电车的质感。这一点来讲，算是它有好有坏啦。只不过我有观察到啦，这个 J7 PHEV 即使是它的 rim 跟打压的尺寸是跟这个汽油版本是一模一样的啦。现在你们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啊，我有把这个汽油版本跟这个 PHEV 版本放在一起啦，可以看到它们的明显高度是有相差的。刚刚我讲到嘛，这样 J7 PHEV 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可以用纯电模式来行驶。只要你按了这个 EV 模式，即使是你今天跑到100、120、130都好，只要你的电池的电量超过25%，它都是可以用着纯电行驶，引擎完全不会切入。但是只要到了25%，你的时速到了50、60，这个引擎就会自动转换成 HEV 模式，也就是 Hybrid 模式，这个引擎就会自动切入来帮这个电池充电。这点来讲，我的看法是啊，可能这辆车有很多用电的地方，还是需要用到这个大电池的电啊，所以这个大电池一定要保有一定 percentage 的量来维持这些东西的运作，比如 Aircon 啊、大灯这些东西等等啊。当然，我把这辆车从 KL 驾回 JB 的时候，我也马上去充电了啦。我去的这个充电桩呢，它是一个120kW 的 DC 快充，但是这个 J-Cool J7 啊，它是只可以 support 到40kW 的 DC 快充啦。所以今天你不管是拿120kW 的 DC 快充，或者是60kW 的 DC 快充，它可以进到的这个电量也只是40kW 罢了。然后这个充电桩呢，它的收费是1kW 1.2块啦，因此我用了51个分钟，加上20块钱，从25% 充到180%。然后我又用纯电模式来行驶，我把这辆车子我的 Aircon set 在25度，1号风 Eco 模式 High Regen，
时速维持在60到70 km/h 啊，到25% 引擎切入的时候，我一共走了103公里。哇，听起来不错嘞。算到来啊，如果是说这个快充充电桩，我1公里用到的价钱是1毛9。今天你用的是家里的 Wallbox Wall Charger 来充电的话啦，24%，我们25%啊，充到180%的话，你只要用到7块半。算到来，你1公里只要7.5分钱，你1个月加1000公里，你的电费也只是增加了75块钱，再给你5块钱啊，80块钱。我知道有些家长哦，他可能在等小孩子放学的时候，他的 engine 啊是没有失火的，都是让它挨着这，让这个冷气一直运作着，保持这个车内的冷度一直是冷着的。小孩子上车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热，就好像我现在在拍片这样子，跟你们讲话这样子。我的车子是 start 着的，冷气一直是在走着的，可是我用的都是电池的电，完完全全引擎没有介入，也没有废气排出。只要这辆车没有电的时候，我回家充电就可以了。所以观众朋友，这样表现你们觉得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然后我也有测试了啦，当这辆车子在亏电的情况下，它的油耗表现如何？我测试了30公里，驾驶模式也是一样的 Eco 模式，25度的冷度，1号风，时速维持在60到70 km/h 里面，拿到的油耗数据是4个 liter per 100 km。因为测试的距离跟时间很短啊，这个4个 liter 100 km 可能会再比这个数据高一点点啊，但是这样子油耗表现我觉得还算是蛮 OK 了的啦。测试完了这个亏电情况之下，它的油耗表现如何之后啊，我也把这辆车子拿去充电。为了测试这辆车子在有电的情况之下，它的 HEV 油耗表现如何？可是拿到的结果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啊，它还是以纯电模式行驶。刚刚我所提到的那个4个行驶模式，串联并联、纯电还是那个引擎模式，没有错的话啦，就是在亏电的时候才会转换成那4种驾驶模式啦。所以这一点来讲，只要这辆车有电，它都是还是以电力输出、电动马达为主啦。至于它的 1.5T 的 engine 在亏电模式之下跑 highway， 它的油耗表现又如何呢？我从 KL 回到新山这边啊，大概走了305.2公里，时速维持在110到130之间，拿到的油耗数据呢是5个 liter per 100 km。这个油耗数据macam yes 一下啦哈，只不过这个 1.5T 的 engine 有一个小小的硬缺点，因为这辆 J7 PHEV 呢，它是用了1档的 DHT 压箱，这个压箱的齿轮也是一个高速齿轮啊，是让这辆车子引擎在介入的时候作为高速动力输出使用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像2档 DHT 的 Hybrid 车这样子，当你在 Highway 需要动力的时候，需要扭力的时候，来做个车啊，或者是提速的时候，可以实现降档，来拿到更大的扭力、更大的动力。这辆车呢，它不可以。它只可以靠电动马达来一起同时输出动力来辅助它提速，可是这个电动马达它的辅助有限，所以来的那个动力感觉啊就比较慢啊。至于满电满油可以走1300公里，是不是真的可行呢？在 KL 借车的时候，我打满油，油表显示可以走1117公里。到了还车前打油时啊，油表显示我还可以走353公里，所以一桶油我一共走了764公里。再来，我又把油箱打满了，一共打了38.33 liter 的油，所以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764公里除以38.33 liter 的油，1个 liter 可以走20公里。而 PHEV 的 J7 它的油桶大小为60个 liter， 所以单单汽油来讲的话呢，就可以走1200公里。再加上电池满电的情况之下，之前我走出了103公里。这个 J7 PHEV 啊，在满电满油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走出1300公里的。好，分享完了这个驾驶体验过后啊，我也有准备了几个问题，可能观众朋友会有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长期纯电模式行驶，引擎不让它介入的话，这个 engine 会坏掉吗？我有问了这个 After Sales Service 的负责人啊，他有跟我讲，这样子的情况基本上引擎是不会坏的。只不过我个人建议啊，是我个人建议啊，不是那个 After Sales Service 的人建议啊，可能3个星期1个月，还是让这个引擎动一动会比较好啦。就是把这辆车子走到亏电模式的时候，让这个引擎可以介入一下，让它运作一下会比较好啦。第二个就是买这辆 J7 PHEV 有送 Wallbox Charger 吗？就是那个7 kW 的 Wallbox Charger 吗？没有，他们只送了 3.3 kW 这个 3 pin 的 Charger 啦。当然这个 Wall Charger 价钱我也有 search 过啦，官方指定的 Wall Charger 啦，因为在这边呢它有写啦
用这个 AC Wall Charger 还是要用到他们官方指定的嘛，价钱大概是4000到5000块钱啦，包括这个安装费啦。当然我也问了这个 SA 啊，他们有讲这个 Wall Charger 他们会 try 把它放进这个贷款里面啦，只不过 try 啊，而且每个 SA 负责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是说你们有兴趣买这个 J7 PHEV， 然后又要加上这个 Wall Charger 的话，你们也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 SA， 让他们看一下，可以 try 把这个 Wall Charger 的价钱放进这个贷款吗？这样子的话，你们也没有这么吃力啦。第三个问题就是，它可以像电车这样子输出电吗？也就是 V2L， 可以。官方有送了一条 V2L cable， 让你们把这辆车驾去 camping 的时候，可以用这条 cable 输出电来泡咖啡啊，来煮火锅啊。这辆车没有电的时候，你们也不用担心，附近没有充电桩也不用担心，你们可以用油行驶。所以这辆车呢，它的综合表现是确实蛮不错的。好，又来到了测试这辆 J-Cool J7 PHEV， 它的0到100，100到0的加速跟停下来的表现如何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些小小的设定。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驾驶模式再成 Sport 模式，再来我们把它的那个 Brake 啊，可以调整成 Sport 模式。J-Cool J7 PHEV 0到100，100到0测试，3、2、1，走你！拜拜。好，来总结一下这个0到100，100到0的测试体验哈。它的起步加速感来讲话，这个 J-Cool J7 PHEV 就有点像是我之前试驾过的某些电车那种7点多秒的电车，比如 AutoTrade 啊、EMA7 啊，它的贴背感是有的，但是不是很明显那种，不是那种一脚油门或者一脚电门下去那种，整个哇贴在后尾那种，没有。它是那种很 smooth 的贴背感。再来就是我有观察到某个时速的时候，引擎好像是有介入了哈。当这引擎介入的时候，这个加速感就有明显的好像被拉慢了一点。当踩下去 brake 的时候，它是很温柔又很快速的把这辆车子停下来。所以啊，它 brake 给到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有 confidence， 非常舒服的。所以以上啊就是这个0到100，100加速到0的测试体验分享啦。好，来总结一下这辆 J-Cool J7 PHEV 哈，它的特点只有一点，就是让我们有选择权，我们可以选择到底是要用油还是要用电。今天你家里有能力安装充电桩，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可以安装这个 Wallbox Charger 的话，加上你想要体验电车那种顺畅安静的驾驶感，然后去到 Highway 又不想要有这个旅程焦虑，这个 J-Cool J7 PHEV 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哈。再加上它的价钱比起那些高端车企所推出的 PHEV 车来得更加的便宜。重点是你后几年想要入手真正的 EV 车，它的 Wallbox Charger 呢又可以一起共同使用。So 对这个 J-Cool J7 PHEV 有兴趣的话，不妨去到你们周围的 J-Cool showroom 去试驾体验一下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 J-Cool J7 PHEV 的全部内容了啦，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